地球的形势更新和凤凰城扬升会议报告。冥王星进入水瓶座前大约15分钟，下面这颗小行星撞击了地表世界的柏林附近。伴随着冥王星进入水瓶座的是，地下隧道网格的存在正在成为主流信息。随着冥王星进入水瓶座，地表的黑暗力量越来越深地陷入恐慌之中。印度和非洲光明会网格的清理正在全速地进行。几天前，它们遍布太阳系的所有基地都被清理干净了。当毕宿五存有在近地轨道上移除他们最后一批飞船时，这个行动引起了地表政府的注意。而且，这并不是俄罗斯部署的太空武器。就印度和非洲的光明会网格而言，印度庙宇下方仅剩下大约5万名光明会的成员，撒哈拉以南非洲下方的隧道网格仅剩下大约7万名光明会的成员，他们预计在几周内就会得到清除。除了地表光明会网格之外的主要问题，就是光明会分离复合体的残余，它在2018年和2020年之间逃离了清理的过程，在这之前，它们还处于不活跃的状态。2月8日，奥尔西尼家族启动了这一光明会分离复合体，以阻止抵抗运动在地表开展行动。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激活实体生物芯片的一部分，这些在之前逃脱了光明势力的检测，而且在这之前，他们也一直处于不活跃的状态。生物芯片的这一部分是用一个备用处理器，可以通过手机信号塔网络将来自大脑突触的音频和视频信号的输入发送到主要的处理中心。根据消息人士称，该中心位于几内亚和塞拉利昂边境附近的一个地下设施当中。尽管这种芯片的活动很微弱，但是它的确代表了施加给地表人口的另一层控制，而且适度干扰了抵抗运动对地表的行动计划。很快，光明势力就会使用他们的科技来让生物芯片的这部分失活。当前，光明会分离复合体在物质层面大约有1800万名由位于人类肉身之中的爬虫人和天龙人构成，他们分散在这个太阳系的各个基地当中，主要是在柯伊伯带。不过在火星上也有一个小基地，这些基地与传送室网格相连，所有的这些也会很快得到解决。在物质层面，光明会分离复合体的主要据点在西非的地下隧道网格，特别是在塞内加尔南部、冈比亚、几内亚、塞拉里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和尼日利亚西部。这个网格大约由10万名位于人类肉身中的爬虫人和天龙人组成，其中一些人到了地表，然后伪装成移民，通过意大利南部渗透进入欧洲地区。另一个较小的据点位于哥伦比亚和巴西西北部下方的隧道网格当中，由大约15000名位于人类肉身当中的爬虫人和天龙人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来到了地表，然后作为移民通过达连峡偷渡到了美国。光明会分离复合体在物质层面的这2个地下据点都通过传送室与他们在太阳系的基地相连，不断地补充2个地方的爬虫人和天龙人的数量。位于西非的光明会分离复合体据点亦与非洲的秘密生物实验室网格相连，所有的这些实验室都在奥尔西尼家族的控制之中。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照是压制女神能量的爬虫族黑暗漩涡传送门的中心，这导致该地区妇女的生活条件极其的糟糕。整个西非地区现在是地下光明会分离复合体的所在地，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都参与着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这导致了该地区糟糕的能量状况。那里需要大量的疗愈。光明势力呼请把尽可能多的如意宝珠和银河如意宝珠安全地埋放在光明会分离复合体建筑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地图上
蓝色椭圆区域，还有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正如你在地图上所看到的那样，在那里只有非常少数的如意宝珠。我们在凤凰城举办的扬声会议大获成功，我们已经为美国今年需要进行的能量工作奠定了基础，从而让美国以尽可能和谐、和平的方式完成过渡。会议的笔记可以在这里阅读。我们的中国团队研发了一款非常有趣的应用程序，可以连接全世界的光之工作者。该应用程序的英文版本在这里，中文版本在这里。光的胜利。